中共突袭约谈英伟达 H20 晶片被质疑内建 AI 黑门，随时能一键掐断中国算力。这场科技风暴背后，究竟是美国的杀手级后门威胁，还是北京心虚，担心国内晶片永远无法追上？与此同时，李嘉诚再度大手笔撤资，400套房源清仓抛售，富豪出逃潮再掀恐慌。AI 战场资本撤离，中国经济前景的真实底牌，本期带你深度解析。您好，这里是大时局百闻纵横，我是邵峰。网信办约谈英伟达喝茶，后门惹的祸。7月31日，中共网信办罕见出手，点名约谈英伟达，理由是资安风险。听起来有点模糊，但一看细节，事情没那么单纯。中方怀疑英伟达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 H20 AI 晶片里可能藏有位置追踪与远端关闭功能。简单说，就是质疑这颗晶片藏了后门，万一哪天美国按下按钮，中国整套 AI 系统可能瞬间瘫痪。这不只让晶片圈神经紧绷，也让原本稍微降温的中美科技战又被浇了一桶油。那么这场突如其来的喝茶背后到底牵动了什么？我们先把时间轴拉回到今年4月，当时美国政府宣布升级对中出口禁令，连英伟达专为中国市场降规定制的 H20 晶片也一并被列入黑名单。这本来意味着中国企业短期内得暂别高阶 AI 晶片了，但到了7月，美方却突然放宽限制，部分 H20 晶片解禁出口。这一下可不得了，整个中国科技圈像是听到汽笛响起的逃生列车，大家全都冲上去抢位子。阿里、腾讯、百度、字节跳动，没有一家愿意错过这波合法抢购，因为他们都知道，这可能就是最后一次在不被美方封锁的情况下囤到大量高端晶片的机会。英伟达也火速反应，立刻向台积电追加30万片 H20 订单，加上原本的60至70万片库存，市场供应量瞬间暴增，备货规模几乎是灌爆级别。懂的人都知道， H20 不是英伟达的旗舰晶片，它是特地为中国市场降规设计的阉割版，性能比不上 H100， 更别提新一代的 Blackwell。 但就算是阉割版，对中国 AI 公司来说依然是救命药。为什么抢成这样？因为背后有个谁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对美国晶片的依赖远比表面看来还要深。这点从深圳最近浮出水面的地下维修产业链就能一窥端倪。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祭出出口禁令后，大量高阶晶片透过香港、越南、中亚等地绕道流入中国，尤其是被禁的 H100， 这些不是打游戏用的，是训练 AI 模型的核心武器。问题来了，走私货没保固、没维修，坏了怎么办？结果深圳硬是搞出一批专门维修非法晶片的小公司。有业者透露，他们每个月能修500颗 AI 晶片，甚至干脆为这门生意开了子公司，专门负责这些走私晶片的二次生命。光是在深圳，这样的小型维修商就有10几家。这不是什么电影情节，而是对中国深度依赖美国晶片的最赤裸写照。那问题来了，抢成这样，修得这么猛，对国产晶片有什么影响？说实话，不小。华为升腾、寒5G 这几年也不是没努力，某些领域确实有突破，但无论是晶片本身的效能，还是更关键的软体生态，特别是 CUDA 这一块，跟英伟达之间还是有不小的差距。更现实的是，大企业在做决策时，不太可能冒险选一个不成熟的平台来支撑核心 AI 业务。一旦你选了英伟达的生态圈，就很难无缝转换到别人家。这不只是换软体这么简单，是整条开发链和人才投入的成本问题。这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大家为了稳定算力，还是选英伟达，选的越多，
国产晶片的成长空间就越被挤压，更别说一旦美国哪天又来一次断供，这些靠 H20 上 AI 车的公司可能一夜之间又面临断炊。那我们就得回到这次约谈的核心问题，真的只是后门惹的祸吗？其实早在去年底，美国国会就已经开始铺路，当时就有议员提出法案，要求未来出口给中国的高阶 AI 晶片必须内建位置追踪和远端关闭功能。说白了，就是让美国在晶片出了国门后，仍能掌握它的下落，必要时能直接让它失效，变成废铁。对美国来说，这是防止先进技术助长中共军事与 AI 能力的国安防线，同时也是为了堵住日益猖獗的黑市走私路线。虽然法规上禁止 H100、I100 出口中国，但晶片还是大量从第三地流进来。议员们在听证会上也不止一次点出，现行管制有太多漏洞，需要更强硬、更技术化的控制手段。这时候，晶片内建追踪加远端关闭就成了补破网的最后一道技术防线。也因此，中共网信办这次出手，或许就是一种以技术应技术的反制行动，但这背后更多折射出的是当前监管层面技术不如人时那份无奈与不确定。还有一点背景不能忽略，就在约谈发生的1周前，美中双方的贸易代表才刚在瑞典会面，外界原本以为气氛有机会稍微回暖，但谁也没想到，才过几天，北京突然出招，把英伟达推上风口浪尖，也在此提醒大家，中美科技摩擦远未结束。从抢购潮、走私维修、国产困境，到后门疑云与地缘政治，H20 晶片背后牵动的不只是商业利益，更是算力话语权与制度竞争的底牌。而英伟达原本只是一家做 GPU 的科技公司，如今却被硬生生卷进了地缘政治的主战场，成了中美科技博弈的风向标。这一次，英伟达能全身而退吗？我们拭目以待。讲完科技圈的风暴，我们把镜头转向民间，转向另一场更无声的撤退。整一个难字了得，网红李嘉诚都撤了。最近有网友跑去石家庄，想吃一口周炳伦的鸡蛋灌饼，却扑了个空，店关了，门锁了，玻璃窗上贴出出租2个字，一切都像从没发生过。还记得年初那家店才刚开张，门口花篮一排排的摆着，粉丝从各地赶来打卡合照，场面热闹的像开演唱会一样。镜头里的周炳伦，也就是那位因长得像周杰伦而走红的白献英，站在灶台前翻饼，招呼客人，满脸笑容。也许那时的他真的相信这次能靠网红身份把小摊做成一门正经生意。可半年过去，他自己出来说话了，语气平淡，甚至有点释然。干了半年，连房租都挣不回来，我撤了。没啥丢不丢人的，没缘分就撤。那句话听起来风轻云淡，但背后是当下无数小本经营者的共同写照。不是不努力，而是真的太难。其实不止周炳伦在撑，今天7月31日，另一条新闻也登上了热搜。李嘉诚家族在大湾区4个城市一口气抛售了整整400套房子。这不是小动作，而是一场明确的清仓式出走。这批房子分布在惠州、中山、广州与东莞，由长江实业旗下的和记黄埔地产推出，主打香港买家，价格更是低得惊人。惠州的一房单价不到9000，东莞原价6、7万一平的别墅，如今最低只卖1.8万元，直接砍到30%。消息一出，网络上炸锅。有人说，在此之前看到新闻说王健林卖万达广场多少多少座，给人的感觉是很多富豪都在纷纷变现，这到底是为了哪般？莫非他们嗅到了什么？毕竟李嘉诚的嗅觉向来灵，他早在2015年
就开始慢慢从中国地产市场撤资。今年5月，更以7折的价格罕见出售了最不舍得松手的地段——北京东四环的高端楼盘玉翠园。所以，不管是躲避政治风险也好，对经济失去信心、落袋为安，把钱转向海外也好，核心就一个字：难。大到房产巨头，小到路边摊贩，在当下的中国经济里都感受到同一种压力。周炳伦撤了，李嘉诚也在撤，一个是保定街头翻饼的平凡人，一个是富可敌国的资本巨鳄，看起来身份天差地远，但这一刻他们做了同样的决定，收手、撤离、保本。这不是巧合，而是一种时代气味的缩影。最后，我们来关注一条不该被忽略的消息。中共跨国镇压法轮功升级，世界不再沉默。7月底，世界多国密集发声，对中共长达26年的迫害法轮功信仰行动发出强烈谴责。这场迫害如今已经升级成跨国镇压，不止在中国境内，更在海外透过法律威胁、舆论抹黑、暴力骚扰，试图压制信仰自由。但这次世界没有沉默，包括美国国会及国务院、加拿大53位国会议员、英国外交部以及跨越30多国的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密集发声，称中共跨境迫害行动不可接受。美国议员已经在推动新法案，要求美国总统对某些直接参与跨国镇压的外国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新泽西州共和党资深联邦众议员、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史密斯说，中共这个独裁政权在任何地方都肆意妄为，毫无底线，我们必须大胆地挺身而出，对抗这一切。加拿大50多位议员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中共镇压行为，不仅伤害了法轮功修炼群体，也阻扰了神韵，还威胁到加拿大的制度、主权和核心民主价值。英国和澳洲也都清楚表示，任何恐吓和骚扰都不会被容忍。这场较量不只是关于信仰，而是关乎自由与正义的守护。全球的正义力量正在汇聚，推动改变，让我们相信，只要坚持，黑暗终将被光明照亮。这里是大师局百闻纵横，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和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